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从一夜爆红到脱粉6万，程毅成第2个肖战错在谁？你猜，一个人从10年磨一剑到手的云开见月明，需要多长时间？对程毅来说，整整9年。你猜，一个人从大红大紫到跌落万丈深渊，又需要多长时间？仅仅是1晚。昨天，想必程毅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吧？这个8月，从青云志中开始崭露头角的男演员程毅，终于凭借《琉璃》中痴情的谦谦公子与司凤一夜爆红。可这对艺人来说，是好事儿还是坏事？剧中，刘学义饰演的浩辰师兄，百灵帝君处处使坏虐司凤，虐的剧迷心疼肝也疼，眼泪流了一箩筐。而与司凤和楚玄机这对 CP， 就因为两人经历了10生10世的爱情痴缠，那份虐恋中的疼痛，那份亲热时的甜蜜，像钉子一样钉进了粉丝心里，以至于曲终了，人散了，梦醒了，我们一众剧迷还迟迟出不了坑。出不了坑，这本没错，毕竟这从反面证明了这部剧有多受欢迎，演员们的演技有多好。可是因此剧大火的程毅和袁冰妍粉丝却撕得昏天黑地，就让人费解了。特别是昨晚，在琉璃剧组组织的云歌会上，程毅竟然成了被大家手撕的对象，一夜掉粉6万多，从刚刚到达的云端，一下子就跌到了谷底。这真心惨！为什么前段时间还被大家迷得不要不要的程毅，突然就成了全网 diss 的对象？这其中有哪些内幕？程毅到底是对还是错？他是替谁背了锅？程毅亲自拆 CP 到底是对还是错？其实，在于姐看来，一部剧只是编剧、导演、演员等一群人创作的作品而已。在这其中，演员们的工作就是扮演好角色，把剧中人物的情情爱爱、恩恩怨怨，用表演艺术展现给观众，并传递出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。特别是仙侠类古装剧，他们更是架空了历史，采用虚构的形式勾勒出人物的情感纠葛，让观众达到舒适的观剧体验。可无奈琉璃这部剧的一众演员演技太好了，编剧的故事编得也太妙了，才导致粉丝们陷入其中不可自拔。于姐曾在上篇稿子中写到，琉璃是给万千剧迷造了一个脱离于现实的纯美痴恋梦。这样的情感，这样的虐恋，这样的 CP 在人间是不复存在的。所以，剧结束了，剧迷们也该醒了。那毕竟是剧，你不能奢望剧中的2个人在剧外还能亲亲抱抱举高高。就像我们这些平凡人打工一样，于演员而言，他们何尝不是完成了一份工作，又要开赴下一个战场，和另一个人组 CP 呢？演员们为了让粉丝早点看明白自己已经抽离，也为了后面其他剧作的顺利播出，为了自己后期演艺事业的发展，摇醒观众。这样做有什么错呢？想当年，杨紫和邓伦的香蜜深入人心，两家粉丝激烈开撕，最终闹得杨紫邓伦不得不在公开场合避嫌，以免影响后期发展。再想当年，谭松韵和刘昊然最好的我们曾让无数少男少女感动落泪，可无奈就因为粉丝们之间的激烈开战，导致两人最终形同陌路，尽力撇清关系，已近10年没有再合作一部剧。更想当年，肖战王一博的《陈情令》一夜之间俘获了无数年轻人的心，遗憾的是，就因为粉丝之间互踩开撕，导致两人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。这就是被粉丝们的不理智行为操控的结果。所以，如果是真心喜欢你的偶像，如果是真为偶像的前途着想，就理智一些吧，放过程毅这个可怜的孩子。人家10年磨一剑换来的红，抵不过你键盘手上发出的几句话。我们只不过是看剧而已，
图的就是观剧时深入内心的感觉，太较真就没意思了。二，资本控制的娱乐圈从来只有利益。其实，程毅从大火到被全网大黑，他的经历是有迹可循的。这完全取决于娱乐圈资本市场里的策划和操作。基于资本市场出发的策划和宣传，目的从来都不单纯，只有利益可言。作为欢瑞一名新红起来的演员，程毅承受了多少默默无闻时的咬牙坚持，承受了多少导演们的讽刺，承受了多少拍戏时的艰辛和苦楚。整整9年多，他才从娱乐圈这个小鲜肉辈出的洪波巨浪中翻出一点点浪花。可就这点小浪花，瞬间便被网暴的黑色巨浪打破，成为他心头抹不去的伤。在云歌会现场，有人说程毅不尊重袁冰妍，全程黑脸；有人说程毅不跟袁冰妍互动，让他被冷在旁边很可怜；还有人说程毅和导演吵架，人品不好。事实真是这样吗？为毛于姐在这些小视频中看到的只是袁冰妍落泪，与剧迷告别很不舍，看到的只是程毅尴尬的旅行公司义务强颜欢笑，看到的只是程毅想安慰袁冰妍，伸出又缩回的手。所以，粉丝们，你们被骗了。程毅还是太实诚，剧组让他如何做，他就如何做；东家让他如何做，他就如何做。毕竟现在，程毅正和赵涵英子在热播剧《长安诺》里组 CP， 毕竟他之后还会在谍战剧《迷局破之深前》和妍儿组 CP。老东家为了程毅的后期发展，为了其他新剧不受流离热播后遗症的影响，为了资本市场的利益和荣耀，才做出了这一系列骚操作。这正是资本市场的需求和控制。我们从现场程毅那无奈又无助的眼神里已经看到了。但欢瑞啊欢瑞，你这做法自以为是神机妙算，自以为能掌控一切，结果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说实话，这吃相过分难看了。可怜老实巴交的程毅就成了这次云歌会妥妥一枚背锅侠，被伤得不轻。只希望后期他能不受外界影响，继续磨练演技，同时提高自己的情商，多为自己谋划谋划，不要再受太多资本的钳制。总之，司凤的苦你们了解，程毅的苦你们是否懂了呢？最后再唠叨一句，还记得去年大火的肖战是怎么在一夜之间被全网黑的吗？他能瞬间跌落神坛，这就是前车之鉴。于姐真心不希望像肖战、程毅这样在娱乐圈努力打拼很多年的演员们，像昙花一现，瞬间绽放，又瞬间凋零。至少，理智的我们，在他即将被推手摧残至凋零的那一刻，我们不去做那残忍的刽子手，去扼杀他们未来的希望，阻挡他们的路。